大姐和二姐都是神明庇佑的灵女。大姐貌美，能夺人智慧和好运；二姐灵动，能在片刻之间掌握他人所长。而我作为一个不漂亮的普通人，自小就是被忽视的。后来，大姐、二姐违背了灵女不能动情的规矩，给家族带来了灾祸。那些曾经将灵女奉为神明的人，纷纷唾骂，怨毒地诅咒着，说要将灵女千刀万剐。我害怕地藏在暗处，因为凤家其实有3个灵女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凤家世代供奉白遮神兽，每100年便会出现一个灵女。灵女貌美，能无条件吸引男人，男人们爱上灵女后，身上的气运便会被其夺取。每吸掉一个男人的气运，灵女就会变得更美，他们获得的气运也将反哺家族。可一旦灵女付出真心，她获得的一切便会不断被她爱上的那个人拿走，至死方休。到我这代，凤家出现了2个灵女。大姐被家族保护得很好，到了及笄才出现在人前。可因为见的人太少，她还未夺取他人气运，便爱上了一个穷书生。穷书生得了大姐的智慧和好运，一举夺魁，成了宫中红人。富贵之后，书生却抛弃了大姐。大姐在他娶亲那天，悲凉地死在了荒院里。有了前车之鉴，我爹将二姐培养得落落大方，待字闺中时，二姐就成了京中妇孺皆知的才女。爱上她的人越来越多，二姐也越来越漂亮，来求娶的人将国师府的门槛都踏平了。但二姐眼光甚高，从不将那些人放在眼里。直到一次宫宴，她为了躲追求者，无意来到了冷宫，遇到了皇四子宇文墨。落魄皇子和耀眼的凤凰女相爱了，二姐身上的气运急速被宇文墨夺走，她的容颜开始衰老。而宇文墨走出了冷宫，短短1年，又得民心，又得圣心，成了东宫之主。二姐死的那天，正是她登基之日，万民朝圣的呼声之中。我问二姐，后悔吗？她眼角带泪，却是笑着的。岁岁，你不懂，我有的一切和她相比，不值一提。得今日之果，我从未悔过。即使他根本只是利用你。二姐眼睫一颤，淡淡道：情之滋味，即使只有片刻真心也足矣。我不懂，什么样的滋味值得用命去换？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道：我死后，你一定要逃离凤家，找一个不知道灵女的地方好好生活。二姐祝福你，当一个平凡人。我眼神一顿，他笑了笑，虚弱的伸手瞄着我的轮廓。原来灵女快死时能看到别人的魂体。岁岁，你的魂体跟我和大姐的一样呢。1代3灵女，凤家要有大难了。说完最后一句话，二姐看着皇宫的方向，彻底咽了气。二姐说的不全对，身负灵女之力，哪能想做一个平凡人就做一个平凡人呢？我绝不走他们的老路，我不会主动招惹他人，但若有人想夺我之力，那他们都将成为我的养料。我替二姐合上双眼，悄悄将她背出庄子，埋在了大姐身旁。爱上别人的灵女是家族耻辱，不准入宗祠，甚至连个衣冠冢都不能立。大姐是我和二姐悄悄安葬的，现在我又来将她葬下。我在她2人坟前站了许久，怀中的黑猫蹭了蹭我，似在安慰。这只猫是当年我们姐妹3人被父亲带去测谁是灵女时，我在山间捡到的。我们家供奉的白遮神兽就是一只黑猫的样子，出于崇敬，我一直将它抱在怀里。许是因它之故，当年测灵时没认出我来，只显示了大姐、二姐。而凤家祠堂一直挂着2则预言：1代双灵，大吉，家族鼎盛；1代3灵，大凶，人死债消。父亲这辈子都在问卦，试图找到那个债到底是什么，可惜从未有任何头绪。凤家几百年来靠着灵女一步步成为世家大族，人人都将灵女当成一步登天的捷径。即使有被夺运的风险，依然有无数人前赴后继，甘之如饴。凤家觉得这是白遮神兽的恩赐，而我却认为这是神兽的诅咒。诅咒凤家女能得到别人的真心，却不能付出自己的真心，一辈子永远错失所爱。刚回到府上，一支禁军便将国师府围了起来。为首的人拿着抄家圣旨，一声令下，丫鬟小厮跑的跑，叫的叫，乱成了一锅粥。
我们新登基的皇上以国师府窝藏妖物、妖言惑众为由，将凤家的主子们灭了个干净，留下的家仆全部发配苦寒之地。我不由得笑了笑。他今日能坐在金銮殿中处决我们这些妖物，靠的不也是灵女吗？我自小便不受重视，外人一直以为凤家只有2位小姐。禁军把我当成家仆，推进流放的队伍之中。我始终低着头，听之任之，直到有人来抢我的猫。他的动作很粗鲁，猫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叫。我抬头，那人与我对视上，眼神一顿，眸中闪过迷茫。我轻轻开口，我要带上他上路。那人呆呆点头，好。话音一落，他的眼神恢复清明，好似忘了这回事一般，吩咐人将我们带走。而在刚刚的对视之中，我夺了男人一半的气运，看到了他的前半生。与大姐二姐无意识的夺人气运不同，我能看清人的过去，也能窥探一丝未来。我的能力由我控制，只要对方不看我的眼睛，便不会受影响。是以这么多年来，一直没人发现我也是灵女。去往苦寒之地的路上，条件艰苦，食物和水被官兵把得严严实实，走慢了还要挨鞭子。一程下来，30人的队伍就剩18人了。许师饿得实在受不了，我的丫鬟倒在了路边，我拖着她的身子，将身上仅剩的水喂给她。官兵过来，漫不经心地踢了踢她的腿，啐了一口：“来人啊，拖到林子去喂野兽，别耽搁路程。”纸鸢悠悠转醒，奋力抓住官兵的衣摆：“大人，大人给口吃的吧！”官兵一脚将他踹开：“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，还敢浪费粮食！”纸鸢躺在地上咳血，我眯了眯眼，正想对那人用术法，纸鸢却扑过来抱住我的腿：“大人，奴婢有用，奴婢有要事禀告。”这个女人根本不是家仆，她是凤家3小姐，名唤山西。3小姐的性子自小便十分古怪，奴婢曾亲眼看见她蛊惑想侮辱她的家丁，说不定她也是灵女，大人将她捉去领赏，定能平步青云。一语惊起千层浪，有书生变丞相，废子变天子的潜力，谁都不想放过灵女。官兵们围成一个圈，慢慢聚拢。纸鸢得了一个馒头，反而引得众人争先抢夺。我怀中的猫不安地叫着。与这些面露贪婪的人不同，不远处有个挺拔的身影骑在马上，面无表情地啃着硬得像石头的饼，仿佛看不见这场闹剧。感受到我的视线，他淡淡瞥过来，我勾了勾唇，与他对视上：“大人，他们好可怕，你帮我将他们都赶走好不好？”下一刻，男人醇厚的气运缓缓渡进我的身体，承受他气运的同时，我也看到了他的从前。那是尸横遍野的战场，血水染红脚下的每一寸土地，男人挥着刀，利落地割下一颗颗头颅。我吓了一跳，就这一瞬间，男人恢复了神智，冰冷地盯着我。他翻身下马，一枪挑开扑过来的士兵，长枪一划，站在我身前。他轻轻扫了眼众人，扬唇一笑：“再敢妄动，就死。”被利益冲昏头脑的官兵似乎很是忌惮他，面上虽还是不服，却也不敢再上前。他单手拿枪，一手将抱我上马，从身后环住我，不知从哪拿出一根带子，将我的眼睛蒙住。被遮住视线之前，官兵们也将哄抢食物的犯人拉开了。纸鸢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，眉合上的眸子满是惊恐与不甘，手中的馒头早已被血浸湿。我就这么瞎了一路。从男人不多的交流中，我知道了他叫阿独，一个连姓都没有的人。自小在军营长大，看惯了尸体和冷漠，也变得不近人情。明明官阶和其他人一样，但隐隐就是有一股子领头的味道。阿独很敏锐，我控制他时，他很快就清醒了。从他那儿，我只得了微不可见的一丝气运和一点点记忆，而他却能准确地发现我的弱点，将我的眼睛蒙了起来。这些天他带着我上路，从不多话，我摸不清他的意图。或许也是跟那些人一样，想一点点俘获灵女的真心，最后万人之上。我在内心嘲笑着他自不量力。哟，官爷打尖还是住店啊？小二殷勤地问着。阿独摸了摸腰包，淡淡道：“一碗阳春面。”阳春面是所有客栈最便宜的东西，他甚至舍不得点1碗茶喝。阿独将我拉到桌前坐下，
没一会儿，阳春面的热气扑到我的脸上，他将面碗推过来。我心想，无事献殷勤，他定是惦记上我领女的身份了。我冷漠道：看不见，吃不了。谁知他直接夹起面塞进我嘴里。烫！阿毒一顿，娇气。他下手轻了点，我好久没吃饱了，也不管他目的如何，将一碗面吃了干净。末了，阿毒将我吃剩的面汤一饮而尽。他不在意的解释，很贵，别浪费。粗俗。他没再继续搭理我。吃完东西，阿毒还没有要走的意思。我心下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没多久，一股浓重的脂粉味窜进鼻尖。下一刻，有人一把扯掉了我眼前的黑纱。一个肥硕的女子眯着眼睛，笑得一脸荡漾，模样不错，只使2银子，银货2器。官爷，人我这就带走了。我不可置信地看向阿毒，你将我卖了？他怔了一瞬，抬手附上我的双眼。这边暖和，比去杭州好，而且这一路惦记你的人太多了，我早晚看不住。那我还得谢谢你。不必，我收钱了。我一把拍开他的手。只要我没有刻意用能力，即使对视上也不会有什么反应。可被我盯着，阿毒还是心虚的用手挡住我的眼。春欢楼老鸨笑着将我拉走，阿毒就这么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直到我离开才嘀咕了句：太亮了。在阿毒看不见的地方，我勾了勾唇。他不知道，我从未想过去什么杭州，我如愿留在了云阳城。春欢楼和我想的不太一样，楼里生意惨淡，连个丫鬟都没有。姑娘们挽起袖子，做饭的做饭，打扫的打扫。见老鸨回来，个个围上来。春喜妈妈，哪儿捡的妹妹，好水灵啊！老鸨嘴上骂他们吃白饭，却抢过姑娘们手里的扫帚，赶他们去练琴。老鸨对我说：你别怪我，楼里这么多张嘴吃饭，再没进账，春欢楼就垮了。不怕你笑话，买你那10两银子还是我挤出来的，你这身皮囊长得不错，好好干总比当奴隶好。春欢楼从不逼迫女子接客，多数姑娘只卖艺，长此以往，生意渐渐就不大好了。我看了看破旧的格局，悠悠道：妈妈想救活春欢楼，找我还真是找对人了。春喜妈妈一头雾水。我笑了笑，领女之力可以反哺家族，如今凤家没了，我身在何处便会对那个地方有利。在春欢楼的日子并不难挨，我跟着教习学舞，陪着姑娘们抚琴。老鸨给我取名琴瑟，让我登台献艺。很快，琴瑟的名字传遍了云阳城。春欢楼的生意越来越好，老鸨数着银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台下的男人们个个痴迷地看着我，他们的感情是我最好的养分。爱意源源不断，我开始和大姐二姐一样，越来越美。台下刺史家的公子已经连着3个月来看我了，他往台上抛洒着银票，嘴里喊着：琴瑟姑娘，你看我一眼，看我一眼。我淡淡一笑：傻子，你知不知道我的眼睛是不能随便看的？他愣愣地盯着我，即使是蛇蝎，我也认了。他痴痴地伸手想揭开我的面纱。春喜妈妈挥着帕子挡在我面前：李公子，今日姑娘们背了新的小曲儿，那叫一个婉转动听，你一定要赏脸啊！来来来，快给李公子上酒。他边说边推着我走。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春喜妈妈一脸严肃：日后看见那个李红人，记得躲远点，叫他惦记上，跟染了瘟疫没区别。妈妈何出此言？春喜妈妈叹了口气，似乎是想到不好的回忆了，眼里泛着泪花。她摆摆手：都是苦命人，事情已经过去，莫要深究，咱们只管过好当下就是了。你去歇着吧，今日别出现在他面前了。春喜妈妈走后，我缓缓抬手，指尖上缠着一缕红色的气，这是从李红人那儿取到的，红色代表着死去的真心。这样的颜色，我曾在二姐爱上的那个穷书生身上见过，也在当今陛下身上见过。我缓缓看向台下醉生梦死的李红人，他身上背着人命呢。黑猫轻巧地跳上栏杆，冲我指尖红色的气舔了舔嘴，我将手凑过去，那股气钻入他的口中，片刻就被吞了。他朝我叫了声，意思是让我不要多管闲事。我顺着他的毛：你忘了，我终究是要回去的，比起那2个人，李红人算得了什么？3日后，云阳城突然爆发了一场瘟疫。
最开始只是李红人发烧昏迷，紧接着平时跟着他的几个人也出现了类似症状。大家本以为只是风寒，直到他们身上长出了13个花苞形状的红斑，每人身上都有13朵花，这种巧合实在太诡异了。坊间传出流言，说是冤魂来索命了。一连10几个人都中招后，与那件事有关的人都躲在家里不敢露面。我看着手上最后一缕红气，将它送入黑猫口中。去吧。黑猫跃出窗户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我回头，鸟儿正站在不远处看着我，想必也看到了我刚刚所为，但它并没有惊慌害怕，反而平淡地对我说了句谢谢，随后便当作什么都没发生，回了屋子。鸟儿是春欢楼为数不多愿意卖身的姑娘，她有一个才情很高的病弱妹妹。鸟儿不停地赚钱，为的就是给妹妹治病，给她买书。姐妹俩相依为命，感情甚好。可她的妹妹却被李红人害死了。出身贵族的公子哥一时兴起，玩起了画本里爱上穷苦人家女儿的游戏。13个人打赌，赌谁能最快俘获少女的真心。他们制造偶遇，隐藏兽性，将自己伪装成良人，最后13个少女满心欢喜，以为自己得到了上天眷顾。可他们却在自己最期待的婚宴上被这些畜生虐杀了。少女们的惨叫和鲜血没有唤醒畜生的良知，反而令他们更兴奋。整整6个时辰，他们看着自己一点点死去，最后尸身被抬出来时，身上没一块好肉。而这虐杀案最后却以新娘们染了瘟疫结案，只因为凶手身后是所谓的贵族。我刚来春欢楼时，撞见过鸟儿祭奠妹妹，跳跃的火光印在她的眸子中，照出满腔恨意。她死死咬着唇，咬出血了都感觉不到，咒骂着：我定要那畜生尝尝你的痛。我轻声道：如你所愿。翌日一早，刺史府里的惨叫声连隔着3条街的春欢楼都听见了。李红人昏迷了几天，在今早被活活疼醒。他身上的花长出根，遍布全身，如今就连呼吸都是痛的。其余人也接二连三地发出哀嚎，生不如死。整个云阳城的医师都被带到了刺史府，为了抢大夫。几个平日里看似交好的世家彻底反目，甚至当街动手。毕竟出事的都是家中宝，谁还管什么面子里子？只是可惜了，他们的病寻常大夫根本没有办法。到了长出花根的第3日，硕大的根系吸足了养分，就要破皮而出。他们的双眼和皮肤开始渗血，连叫出声都是种奢望。待到花苞彻底绽放，他们也就能下去赎罪了。而13朵花绽放的时间正好是6个时辰。我没想到的是，到第3个时辰时，一个穿着华贵的老太太带人封了春欢楼，将这群害人的妖孽抓起来。老夫人是李红人的祖母，春喜妈妈陪着笑，还没问出什么，就被侍卫一刀划伤了脸，吓晕过去。姑娘们吓得四处逃窜。那位老夫人精明的眼睛直直盯着我，问身旁一个小眼识快的男人：是他吗？那男子打量了我几眼，忙不停点头：错不了，小人曾在钦天监当差，见过国师家的小姐，这就是当时跟在大小姐、二小姐身后的丫鬟。老夫人冷笑：凤家余孽果然如经中传言一般，害人不浅。我被抓到了刺史府的地牢。黑猫不知怎么来的，在房梁上优雅地舔着毛，看着我轻轻叫着：现在还不能走。我仰了仰头，春欢楼的姑娘们还在这儿呢，况且我等的人还没到。猫朝着门口叫了一声，我看向门外，一人慢慢走近，看清他的模样后，我眉头一挑，没想到在这儿居然还能见到熟人。冠隐见到我也是一愣：好久不见，小和尚。冠隐语调微扬：凤三姑娘，真的是你？望尘山是一处避世的寺庙，有着测验灵女的职责。我第一次见冠隐时才5岁，他才有我胸口高，还是个跟在师傅身后贪玩的小童。一转眼，我们都成大人了。冠隐急忙来解我的镣铐：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他们为何说你是害人的妖孽？还有你父亲和姐姐们呢？锁链落地，我揉了揉手腕，淡淡道：死了。冠隐一愣，我反问：你师傅呢？他低下头：圆寂了。我拍了拍他的肩，小和尚成了住持，
你师父在天之灵定然为你高兴。冠隐低头不语。我转移话题，你怎么下山了？说起这个，冠隐念了句佛语。师父先去石榴化，叫小僧此时赴云阳。我刚到就听说云阳城妖孽横行，便来看看。谁知他们竟误将凤三姑娘抓了，你别怕，我这就去同李老夫人说清楚。我问，这世上真的有妖吗？冠隐点头，虽然不多，但的确是真实存在的。我将怀中黑猫凑到冠隐面前，我这猫很有灵性，小和尚帮我看看，它是妖吗？冠隐凑近细细打量，忽然咦了一声，它好奇怪啊。他拨弄着佛珠，随后又摇摇头，可能是我修为不够看错了。我抬眸，小和尚对自己也太没信心了。冠隐猝不及防对上我的眼睛，瞳孔渐渐涣散。我朝他没心一点，他便软了身子，倒在地上。抱歉了。我抱着猫，循着血腥味找去，看到了生不如死的李红人。许是李老夫人同他说了什么，他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惊恐，随后紧紧闭上双眼，浑身颤抖。我笑道，公子不是想让我多看你几眼吗？这是在做什么？我动了动手指，他身体里的花根便开始游动。李红人痛得大叫，五脏六腑碎块顺着血从口中流出。起来，我们去见见你的祖母。花根迫使李红人起身，我走在前面，他紧跟着我，一步一个血印。李老夫人瞧见这诡异的一幕，差点晕过去。妖孽，快放了我孙儿，否则我就将这些贱人通通绞死。春欢楼的姑娘们脖子上都架着刀，一身鞭痕，看来是受刑了。我本就是被老鸨强买进来的，若是在乎他们的生死，一开始便不会留任何余地。老夫人想杀，请便，只是不知是你的刀快，还是他死得比较快。我看向李红人，动动手指，他身上的一朵红花便炸开了。他嘴里流涎，口齿不清的哀嚎，祖母救我，救我！老夫人拐杖不停地拄地，你到底怎样才肯放过我的人儿？让不相干的人都走。老夫人犹豫了，我又捏爆了一朵花。在李红人的惨叫中，老夫人妥协了，好好好，我都听你的。鸟儿不放心地看着我，我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，他才带着其他人离开。你快放了我孙儿！我勾了勾唇，好啊。李府的人不敢相信，我居然真的就这么放了李红人。李红人害怕地从我身侧走过，小跑着朝他祖母而去。不可，快躲开！冠隐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，话音刚落，李红人猛地停住，双眼瞪得极大，丝丝缕缕的藤蔓爬上他的身体，裹住他的眼球。那些花儿急速绽放，不过片刻之间就将李红人吞了个干净。胆子小的直接吓哭了。我看了眼日头，刚好过去3个时辰。人儿，老夫人悲痛之下晕过去。与此同时，接二连三的哭喊声从云阳城各个地方传来。若有人从上空看去，便能看到地面上摇曳着13朵妖冶的红花。阳光下，花瓣轻舞，随风消散。妖孽！杀了这个妖孽！一群人围了上来。冠隐挡在我面前，诸位冷静，三姑娘她不是妖。那些人哪里会听她的，拿着烂菜叶、臭鸡蛋砸过来。冠隐的月白色僧袍和脸上都是污秽之物，他却仍挡在我面前。我将手搭在他肩头，和尚，李红人是我杀的，不必护着我。小僧虽涉世不多，却有一双能辨善恶的眼，我在三姑娘身上看不见邪念之意，你别怕，我信你。我们交谈间，一把灰白的粉末朝我扔来，瞬时我只觉眼睛一阵灼烧。撒粉末的是个黑瘦女子，她害怕地站在原地，哆哆嗦嗦道：她杀我家公子，我要让她陪葬。这人我有印象，是李红人的通房丫鬟。李红人对她并不好，她露出来的手腕上都还是青紫的。我不懂，她为何要护着伤害她的人。我疼得眼泪直流，冠隐想来救我，却被一拥而上的人拦住。喵！黑猫抓伤了几个人，我听出他语气里都是埋怨。三姑娘，快找地方躲起来。冠隐不敢动手，又不想他们伤害我，只能生生挨着那些人的毒打。我继续留在这儿只会给他添麻烦。思及此，我踉跄着起身，在黑猫的引导下跑出了刺史府。我看不见路，
只能凭感觉摸索。忽然脑后被人狠狠打了一棍，面上灼烧感丝毫不减，眼里的脓血顺着面颊流下，最终我倒在不知何处。过了许久，迷迷糊糊中，似乎有人背起我，那人含含糊糊地说了什么，我没听清。后来我只依稀记得有人擦去我眼上的血，给我敷了药。不知过去多久，我的意识终于回笼。那人似乎在跟大夫交谈。草伯，多谢，要钱我会尽快给你送过去的。许夫子不用客气，你教我们家二娃识字，应当是我谢你才对。草伯看了看屋内，提醒道，许夫子心善，平时捡个小猫小狗也就算了，但这姑娘伤得太重，短时间醒不过来，就算治好了，眼睛和脸也毁了。我看呐，您还是早做打算，莫要为了个不相干的人，把自己半生积蓄搭进去。男人怔了下，道，我读圣贤书，本要报效家国，却因一城刺史阻拦，连个云阳城都出不去。我就猫狗，是不忍生命在我眼前消逝，何况这位姑娘是个人。若因囊中羞涩，视若无睹，和拦我出城的刺史有何区别？既然遇见了，许某便不能当作没看见。草伯，多谢你的好意。草伯叹了口气，摇头离开。我意识虽然已经清醒，却依然动不了，看不清。那个男人一直在照顾我，知礼守节，他很受邻里欢迎，大家都称他许夫子。从他朋友口中我知道了他的名字，许伯怀。因为男女有别，他不方便给我换衣，便托邻家的妹妹来给我擦洗。每次我都能听见邻家妹妹调侃他，许夫子，你脸红什么？每到这种时候，许伯怀就开始结结巴巴，在妹妹的调笑声中红成煮熟的虾子。我不知自己躺了多久，只感觉外面的天气渐渐凉了。中途黑猫来看过我几次，说冠尹一直在找我。李洪仁死后，他的祖母悲痛过度，一病不起。刺史远游归来，在全城下了我的通缉令。许伯怀家在云阳城的最偏处，这儿住的都是最底层平民，因为刺史酷吏，常常连饱饭都吃不上。他们每日为了生计绞尽脑汁，每人关心城中贵人们发生了什么，是以都不知道我就是那个重犯。之后，黑猫每隔5日会来帮我舔舐伤口，渐渐的，我能模糊事物了。这天，许伯怀外出归来，开门的间隙带进一卷风雪，我才惊觉已经入冬了。他拍了拍身上的雪，如往常般同我说今日的事。今日我听外来商队在说京城的事，当今圣上推行新政，大举进攻南夷。许伯怀的语气有些忧思。大业刚经历易主，朝纲不稳，国库空虚，不宜向外扩充，陛下此举实属不妥，但满朝文武竟无一人谏言。听着许伯怀的抱怨，我毫不意外。宇文墨本就无天子之姿，若不是吸干了二姐的气运，他恐怕早死在冷宫的杂草堆里了。不过那个位子，他也做不了多久了。许伯怀的担忧是正确的，不过半个月过去，大业惨败的消息便传回了京中。宇文墨这个懦夫，怕南夷乘胜追击，危及他的皇位，答应了南夷的条件，一连让出13座城池，上贡数十万两黄金，几千匹锦缎，车马无数。听闻有个猛将夜袭南夷营帐，取了对方将领首级，本来一鼓作气有反败为胜的机会，但宇文墨却怕极了，卸了那名猛将的盔甲，打了100军棍向南夷赔罪，并勒令他即刻返京，断了他上战场的后路。许伯怀气得吃不下饭，我一想到宇文墨那个畏畏缩缩的样子，就想笑。这一想，竟笑出了声。许伯怀愣愣地朝我看来，我也顿住了，尝试着动了动眼皮，缓缓睁眼。入目的是一张清俊的脸，面上还有一点烧火的灰。我看了他许久，扬了扬唇，许夫子。因为太久没说话，我的声音很哑。许伯怀退了一步，像是想起什么，局促地擦了擦脸。姑娘，我去找草伯过来。他落荒而逃了。草伯替我把完脉，再次惊叹我能醒来简直是奇迹。他当了一辈子赤脚医师，看的也都是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。第一次遇见我这样的，激动的立马折返回家记录。人走后，小小的屋子里又只剩下我和许伯怀。他端了热水过来，本想着烧好水再叫青青妹子过来，姑娘既然醒了，便来洗洗手吧。他鼻头上还残留着烧水的灰，
眼神闪躲着不敢看我，偶尔与我对视上，耳朵变红了。我不冷，你先洗洗吧。我指了指他的脸。我醒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邻里，大家都来看我。我的眼睛虽然能看清了，面上的疤痕却还在，但大家并没有害怕。许博怀担心我刚醒体力不支，委婉地送客。几个婶子笑话他，许夫子知道疼人了，什么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啊？许博怀慌乱地解释，但大家一副过来人的样子，笑着离去。许博怀懊恼地看着我，抱歉姑娘，我会和大家说清楚的。女子名节最重要，先前让你与我同住一个屋檐下，实属迫不得已。但你放心，我一直睡在那边的地上，从未逾越过半分。看着他紧张的样子，我笑了。我知道，还有，我叫秦瑟。许博怀愣愣地点头，喊我秦瑟姑娘。自那天后，许博怀有意无意地躲着我。有次我还撞见他和隔壁张婶借房子，想搬出去住。黑猫跟我说，刺史在城中找不到人，已经开始逐步向外围布防了。很快抓捕我的告示会贴满整个城，连消息闭塞的贫民窟也不例外。我故意跟许博怀说了秦瑟的名字，他若有心，恐怕已经知道我是个通缉犯了。那么高的悬赏金，他能不能抵住诱惑呢？若是他敢动手，正好可以吸了变成我恢复容貌的养分。果然，2日后，我看见许博怀鬼鬼祟祟出了门，没多久就带着几个官兵回来了。只是快到的时候，他突然转进小巷里，我有些疑惑，悄悄跟了进去。小巷互通，错落复杂，我绕了好久，才听见有拳打脚踢的声音。闻声赶去，发现那几个官兵在打许博怀。蹲了这么多天，可算逮着你这个小贼了，叫你撕告示，让你担个小爷功夫，打死你。随着他们踢踹，许博怀胸口塞着的告示都散了出来，摞起来有1掌厚。原来他这些天早出晚归，是去偷偷撕告示了。喵！空荡的小巷，一声猫叫止住了几人的动作。他们回头寻着，只见墙头坐着一只绿瞳黑猫。黑猫慢悠悠地踱步，朝着小巷尽头走去。他们随之看去，我缓缓回头，漆黑的瞳孔也变成了暗绿色，张嘴一笑。几人甚至来不及反应，便像被夺了魂一般，浑身颤抖。秦瑟，秦瑟，不要！许博怀冲过来抓住我的手腕，嘴角带血，朝我摇了摇头。我眼睛一眨，又恢复了原本的颜色。那几人脱力倒在血堆中，而我面上的疤快速平整，恢复了从前的样子。许博怀没有任何异样，只是松了口气，对我笑道：“我们回家吧。”他拉着我往前，我却没动，问：“我是妖女，你不怕吗？”他默了默，道：“我只知道你是秦瑟。”我没说话，半会儿才道：“许博怀，我脚冻僵了，你背我。”他笑着说：“好。”后来张婶说家里腾出一间屋子了，可以借给许博怀住。他又拒绝了张婶。面对大家揶揄的眼神，他也不解释了，挠挠头，红着脸笑。这种日子像偷来的，总归要还回去。冠银找到我时，我正在给许博怀做饭。三姑娘，你不能继续留在这儿了，你的存在会给这些村民带来灾祸。我手一顿，释怀，小和尚，你还是发现了。冠隐低头叹气，阿弥陀佛。挂在凤家祠堂里的2则预言下半联说：一代三灵，大凶，人死债消。如今凤家只余我一人，只要我不死，诅咒就会一直在，跟我有关的人都将变得不幸。国师府如此，春欢楼如此，许博怀和张婶他们亦如此。冠隐安慰我：三姑娘，小僧会想到办法的。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本就是我凤家欠下的冤孽债，难不成他还能帮我去求白遮大人原谅吗？我笑了笑。彼时黑猫又出现在了墙头，对着我喵喵叫。他说：我等的人来了，走吧，小和尚。冠隐问我：不道个别吗？我看向屋内忙着给我缝护膝的许博怀，摇摇头：不了，会再见的。腊月天，寒风呼啸，像要把人卷走。我站在城门口，看着一辆马车自浓雾中来。三姑娘留在云阳城，就是为了等他们。你是如何得知他们会来？冠隐问完，似乎是自己想通了，了然一笑：是小僧愚钝了。
三姑娘是领主，有见过去小未来的本事。我消失这段日子，冠隐一直在研究他师父留下的关于灵女的书籍。他说我大姐二姐死后，作为最后一个灵女，我的灵女之力会发生变化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能控制别人的原因。集3个灵女之力于一身，便是领主，而领主注定是要死的。马车上的人下来了，一大一小，戴着厚厚的斗笠。寒风一吹，那个小人斗笠上的黑纱被吹起，露出一双灵动又坚毅的眼。透过那双眼睛，我看到了他的过去：深宫大院，父母疼爱，长兄夭折，带兄而活。而他的未来很模糊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会成为那个带领大业走向辉煌的明君。这是先太子之女宇文嫣。站在皇女身边的男子戒备地挡在她面前：叔父，不打紧。皇女主动摘下斗笠，站在风中：二位为何而来？关隐向前，双手合十：尊家师一命，在云阳城等一有缘人。尊师是望尘山福真大师。闻言，皇女和身侧的男人对视一眼，眼中戒备淡了些。当初也是福真大师指点，我才带着公子朝北走的。皇女问：不知大师有何指教？冠隐莫说话，看向我。我淡淡开口：杀了刺史，取而代之，静待时机，重回京城。几人一愣，冠隐暗戳戳地提醒：三姑娘谨言慎行。皇女最快想到其中难处，云阳刺史为官不仁，杀了也就杀了，只是要以何理由名正言顺取而代之？毕竟京城内卫多疑，根本不可能将云阳城交给叔父。在众人疑惑的眼神下，我指了指自己，告诉宇文墨：你们抓到了世上仅剩的一个灵女。抓捕过程中，云阳刺史不幸被杀，用一个灵女换一座城，宇文墨会愿意的。两人对视，都觉得此事可行。皇女不解：你费这么大力气，想得到什么？我看向京城的方向，我说过的，总有一天我会回去。付出真心的人死了，辜负真心的人怎么能好好活着呢？大姐二姐的事不是秘密，几人闻言倒也没再说什么。我请求道：殿下掌控云阳后，可否答应我一件事？但说无妨。春欢楼里有一群可怜的姑娘，每个人都对生活抱有期待，但贪官污吏断了他们的希望。云阳城像他们一样的人还有很多，愿殿下为这些女子寻个出路，护他们一程。本宫答应你。还有，李焕当刺史时，为了给自己儿子铺路，不让穷苦人家的孩子参加朝事。云阳城有志之士甚多，他们的才华不该毁在一己之私下，望殿下给他们一个机会。国之栋梁，本宫自是不会埋没了他们。我双手交叠，我替云阳百姓拜谢殿下。他将我扶起，笑道：是我该谢你。皇女的动作很快，能在宇文墨的眼皮子底下金蝉脱壳，千里迢迢平安抵达云阳，他们自然有自己的底牌。刺史府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，甚至百姓都没有听见一丝动静。消息飞快送入皇城，宇文墨的圣旨来得很快，说已派人即刻护送灵女回京。说起来，他派来的这个人也是个熟人。阿独风尘仆仆赶来，还是如当年一般，绷着脸，一身黑，像个侠客。许久不见，他比那时更糙了，面上多了几道疤。见到我，他没有惊讶。也是，当初是他把我送到云阳城的，想必已经猜到要接的人是谁。我笑着调侃：先前听闻战场上有个傻大个不要命的去敌军军营偷袭，惹怒了陛下，被遣返回京了。阿独，你可知道是谁？他动了动唇，移开眼，不说话。我扑哧一笑。回京的队伍很快出发，离开那天下了很大的雪。许伯怀追了出来，喘着粗气，大口大口的白气将他的面容模糊。琴瑟，琴瑟。我揭开车帘，他看了我许久，道：告诉我你的真名。我心里念他是个傻子，却不由得说：我有个小字叫岁岁。他轻轻念着：许伯怀，我看到过你的未来，我们京城再见。说罢，我放下车帘。走吧。阿独意味不明地瞥了眼许伯怀，驾马时故意溅了他一身血。此去京城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多数在宇文墨提前备好的驿站休息，看得出来他很着急，也怕我跑了。这几年他无德无能，
从二姐那儿夺走的东西，怕是早就消耗完了。他急需一个新的灵女供他继续享受。离京城一半路程时，我们本是要到最近的小镇上才落脚。阿独不知发什么疯，非要在野林子里休息。他是首领，众人也不敢忤逆，只好就地扎营。冠银此次也随我一同入京，他往火堆里添柴，贼兮兮地看了我好几眼，有话就问：三姑娘，你喜欢那个叫许伯怀的人吗？我眉头一皱，看向他，眸中写着疯了。说说嘛，说说嘛。我没回答，只说：和尚，你忘了，灵女爱上人会死的。冠隐的好奇心一下子浇灭，是小僧想左了。他眼睛一转，笑，但小僧觉得许伯怀心悦三姑娘，那个叫阿独的也是。出家人口出妄言，你是有多少功德够还口业的？冠隐闭嘴了，开始忏悔，阿弥陀佛。我看向不远处将士兵都支走捡柴的阿独，暗暗叹了口气。阿独不由分说拿个帷帽将我挡得严严实实，带着我策马离去。跑出大概20里，他停下，塞了一包银子和一些水、食物给我。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就是北离境地，北离强盛，陛下不敢轻举妄动，去了那边找一个叫阿双的人，他会替你安排新身份。阿独将我提上马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别再回来了。说着往马腿上狠狠一拍。可惜马儿并没有如意想中那般奔驰而去。我轻轻安抚着马儿，看向阿独，我不会走的。他眉头紧蹙，为什么？你去京城会被皇帝害死的。可我走了，皇帝会害死更多的人。大业国运本不该如此，是凤家横插一脚，让事情发生了变化。我要将不属于那个位置的人拖下来，让本该坐上那个位置的人回到原位。我要让他们也尝尝情断肝肠、绝望等死的滋味。我看着满目震惊的他，扯了扯嘴角，别再做无意义的事了，回去吧。阿独沉默半晌，低下了头。我们回到营地时，众人正在焦灼地想对策。丢了灵女，在场所有人都得死。看到我们回来，大家劫后余生地松了口气。冠隐懒懒地伸了个懒腰，三姑娘回来了。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他低头抿唇笑，也不戳破。后面的路程，士兵们自发组成小队，日夜不停地守着我。阿独变得更沉默，一直到京城也没再和我多说一句话。我们刚到京城就被宫中人接走了。时隔3年，我终于又见到了当初那个落魄惹人怜惜的皇四子。宇文墨穿着复杂的龙袍，再不见当初的狼狈。他看着我，眼里都在放光，是三妹吗？真漂亮，和你二姐一样。说着，他眼眶一红，可惜静静福宝早早就去了，朕现在想起心仍甚痛。哈，我没忍住笑出声。宇文墨眼睛一眯，陛下就别装了，二姐怎么死的，别人不知道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当初你在冷宫故意制造偶遇，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骗我二姐动了恻隐之心，一步步夺取她的灵女之力，这么大个骗局，你现在装什么呢？见我毫不留情，宇文墨冷了脸，凤家是大业子民，为君而死，何谈骗？他无耻地笑了，指着我，你也是朕的子民，何该为朕分忧？凤山西，朕劝你不要多做挣扎，乖乖听话，你要什么朕都能给。好啊，似乎是没想到我答应这么快，宇文墨有些愣神。灵女之力只会反哺亲近之人，我要你以皇后之礼迎我入宫，昭告天下，凤家女是皇后。他皱了皱眉，朕已经立后，那就是陛下的事了，只是不知南夷那边等不等得了陛下做决断。听说他们的大军已经压境了，想来是陛下上贡的金银还不够多。我冷了冷脸，想要灵女之力，拿后位来换。宇文墨气急了，却只能压着气性，朕答应你。他做事还挺快的，没多久就随便找了个由头废了皇后。皇后母族乃文人世家之首，其父更是受人尊敬的大儒。宇文墨此举无疑是在打天下文人的脸。前有战场不战而降，寒了武将的心，后有无端废后，让皇室尊严扫地。当初他靠人心坐上皇位，如今刚好一点一点还回来。宇文墨很着急，封后大典定在废后的第3日，气得百官罢朝。我穿上凤冠霞帔，去太极殿前，一直沉默的阿独突然拉住了我。
听说女儿家出嫁都会有人添妆，这个就当我还卖你那10两银子了。他手心里躺着一只金簪，样子很糙，和做他的人一样。今天过后，一切就结束了。我转身离开，没看见阿独落在地上的泪。太极殿的长梯很高，我慢慢走着，心中问二姐，他许你的风光大嫁，你看到了吗？头上的金步摇微微晃动，有根小小的金簪在凤冠下显得毫不起眼，却又弥足珍贵。这场丰厚大典冷清得很，没有百官的祝福，甚至连2个新人也各有心思。宇文墨着急地牵着我的手，朕答应的事已做到，把你的灵女之力给朕。我缓缓看向他的眼睛，好啊，陛下，你可得接住了。眼眸渐渐被绿色覆盖，宇文墨只觉身体充满了力量，他癫狂地笑着。朕是天下之主，朕要做天下之主。随着力量灌入，宇文墨的身体渐渐胀大，他开始疼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快停下！陛下不是要灵女之力吗？我全给你。丝丝光芒从他身体里透出，宇文墨想挣开我的手，却怎么也动不了。不要了，朕不要了，快松开！青筋爬上他的脸，眼球开始充血。我将身体里最后一丝力量渡出，宇文墨的身体开始崩裂，成了一个血人。我虚脱地倒在地上，满殿都是宇文墨的惨叫，力量在他身体里四窜，毁了他的神智，将他变成了个疯子。与此同时，皇女宇文嫣带兵而来，清君侧，诛妖女，陛下被妖女所害，他有了名正言顺的登基理由。这是我们一早就说好了的。我相信宇文嫣会是个好皇帝。意识溃散时，冠尹匆忙赶来，往我嘴里塞了个药丸。还好还好，赶上了。房梁上，许久不见的黑猫平静地看着我。我扯了扯嘴角，对他道：白遮，我死后凤家欠你的，就还了吧。他没回答，转身一跃，渐渐消失。冠尹弹了下我的脑袋，有小僧在，三姑娘死不了。我感觉到身体在慢慢恢复，痛感慢慢消失。和尚，观音眨眨眼，小僧厉害吧？宇文嫣登基了，以女帝的身份，她肃清朝野，以雷霆手段将蛀虫一一斩杀，包括那个靠大姐登上相位的丞相。听说他死后还被百姓鞭尸，可见其生前有多可恶。新帝顺应国情，广纳贤士，有才之人都有可以展拳脚的机会。许伯怀靠着自己一步步来到京城，成了女帝的左膀右臂。阿独也受到重用，去了他向往的边关，将南夷军队打得一退再退，收回了大业的13座城池，让南夷甘愿俯首称臣。离开京城前，我又见到了许伯怀，此时他官服加身，实现了他的抱负。我说过，我们会在京城再见的。他苦笑，你没说是告别的再见。我没多说，钻进马车。许伯怀，好好照顾自己，我走了。他失落地站在大雪中。冠尹冲他眨眨眼，许大人是个有大福气的人，正缘或许就在不远处。许伯怀愣愣地抬头，马车恰好走开，车身后一个糯米团子似的女子被屋檐的雪砸中，疼得大哭。四周的百姓都说他欺负小姑娘，许伯怀百口莫辩，手忙脚乱地安慰道：别哭了，我和冠尹回了望尘山。回想起宫变那日，我本是抱着必死的决心。凤家诅咒无解，既然我都要死，那就为亲手手刃仇人而死。可没想到，一入京就消失的冠尹回来了。我问他当时是怎么救的我，他说师父留下的孤本中虽没说如何破局，但小僧实在太过聪颖，想通解铃还须系铃人的道理，直接找到了常陪在三姑娘身侧的小黑猫。黑猫是白遮化形，这我一早就猜到了。我还以为他恨死我了，没想到还会救我。冠尹笑道：万物有情，三姑娘与他可是前世今生的缘分。在望尘山的残壁上刻着一幅神话故事，讲的是一个少女和一只黑猫的故事。冠尹说，要想真正摆脱白遮诅咒，要细细解读石壁故事，找到因缘，但这还需很久很久的时间。所幸日子还长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